我果然还是做了，做了就做了吧。可是我以后怎么面对她老公呢？唉，可是做都做了。嗨，你好，我是玲玲。前阵子有一个热搜，就是一个公开哺乳的母亲的一张照片，就是这张。我今天倒是不想谈论我对公开哺乳这件事情的看法，突然又勾起了我对人乳的好奇。毕竟谁不是被奶大的呢？可是如果让你成年之后再去尝试人乳的话，从内心上就一定会有那么一种难以接受的感觉。而我一直对人乳的味道非常好奇，就是那种你很想知道，但是呢，你又很拒绝尝试。可是你要是不尝试，你就永远不知道，就是作死的感觉嘛。既然都2020年了，是时候为了科学，为了艺术，为好奇心献身。而我刚好有一个正在哺乳期的朋友，如果现在不尝试的话，可能就再也没机会了。我要先征得一下他的同意。拿起手机之前，我也是要做心理建设的，毕竟你很有可能会被你的朋友猥琐、变态、想拍视频、想疯了吧之类的话。我应该怎么开始这段对话呢？开门见山好了。真不愧是我朋友，他还要给我消毒，还有还有人初乳，满足一下我。今天就去拿，罐子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去取奶。哦对了，还要带上皮卡丘。你太大了，我就不带你去了，你就在这待着吧啊。Hello， 嗨，阿姨，我今天来做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。我来了。你知道我今天来干什么吗？干嘛了？今天来跟你借样东西。然后反正呢你也没有拒绝权现在，所以长大以后我再给你看这条视频哦。我们可是一起吃奶的兄弟。嘿嘿嘿，恶魔干妈。我现在已经拿到我朋友的母乳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回去吧。OK， 这个是我朋友说这是他当时存的初乳。我们以前不是听过那个叫什么牛初乳吗？他说初乳都是偏黄色的，然后这是他现在的。其实说实话比我想象的要稀耶，真是一言难尽。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主题？我现在突然之间有点后悔。我要做一下心理建设。我先闻一下，比我想象的没有什么味道哎，我本来以为会很腥，难道是这个发出来的味道？也没有啊。我敬你是条汉子，我先来了。还蛮甜的，比我想象的甜。然后其实入口是没有什么味道，而且我刚刚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味道，但是好像吞下去以后，好像嘴巴里会有一股说上来，反正比我想象的好很多。我以后不会再对人乳恐惧了。我觉得牛奶的味道比这个更腥，我觉得可能不同人分泌出来的乳液可能会不太一样吧。那我现在来尝一下这个吧，初乳哦，这个是很难得的。哇，我感觉这个的油脂好像更重了一点，有点像玉米汁。淡奶，淡黄色，怎么有股豆芽的味道？为什么要看着我？你在鄙视我吗？我也要做一下心理建设。做好了。哇，这个就腥好多，这个非常腥，而且这个可能，难道是因为太久的关系？它这个大概是1-2个月前留的，冻下来的，然后我刚刚稍微加热了一下啊，这个腥好多，这个的话我不行，我完全不行，内心非常抵触。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可以。那么，尝完了这2个之后，你是不是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？丧心病狂的我怎么可能放弃这么难得的机会呢？我会把它做成一样我最喜欢的甜点。牛奶布丁我不太爱吃，双皮奶太麻烦，于是只有这样东西是最简单最容易做的，那就是蛋挞。本来这个的做法是要加入淡奶油或者卡士达酱的，我打算只放人乳、鸡蛋和糖。我想尝一下用人乳做成的蛋挞有什么不一样。我还特地买了普通的蛋挞做一个对比，奶、鸡蛋和糖，然后我现在要把它们搅拌一下。25分钟以后见。我还特地查了一下百度词条，人乳里面有一些什么，然后发现有几个地方特别有意思，就是人乳除了有蛋白质、脂肪和各种营养要素能够促进生长之外，还有一个居然是催眠。他说它含有能够镇静助眠的天然吗啡类的物质，也就是说
孩子从小就嗑药吗？母乳喂养孩子日后患肥胖症的几率会比较小。而且很有意思，就是如果你的第一口奶是牛乳的话，你可能就不要再喝人乳了。所以这第一口非常重要。人乳跟牛乳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人乳对人体的吸收会更好，毕竟它是为人定制的嘛。牛乳里面的甲型乳糖会比较多，是间接促进大肠杆菌生长的，而人乳是乙型乳糖，是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生长的。人乳基本上是满足婴儿从0到6个月的基础营养，在6个月之后，人乳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满足一个孩子成长必须的所有营养了。所以对成年人来说，其实它真的补吗？应该没有说的那么神吧。但是它却有很大的隐患。如果说母体有一些肝炎或者是传染疾病的话，那么这样的人乳是非常危险的。人乳很有意思的就是，它在一个婴儿不同的时间段分泌出来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，就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调节你该什么时候喝什么样的配方，所以这个很有意思。蛋挞已经烤完了，然后这个是我买来的用牛奶做的蛋挞，这个是用人乳做的蛋挞，待会儿吃一下对比一下，好香啊，真的好香啊！我现在尝这个自己烤的人乳做的。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感觉在吃蛋羹一样，吃不出什么很特别的味道。这个是买来的，是我们去某个快餐店很喜欢点的那种。放了糖，放了很多糖，跟不放糖的感觉一下子就吃出来了啊！这快餐店是有多爱放糖，每咬一口下去都是胖的味道。我相信把人乳做成任何乳制品，可能都不会有太大区别。我曾经说过，任何的恐惧其实都来自于无知。至少，我真的尝过人乳之后，其实是改变了我的想法。我感觉我打开了新世界大门。以后换不同的形式做科普的话，也是有可能的。我不会有一天成为中国女贝尔吧？好像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。别的人红可以靠脸，我要吃多少只蜘蛛才能红呢？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。对我3点，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